本周的美丽中国行来到了浙江衢州，今天衢州真是热爆了，38度。其实说起古城啊，现在好多地方都没那么古了，都是现代建的。但是衢州这个城墙至少看起来是古的。我现在经过的是大南门，你看这些砖石啊，密密麻麻的堆砌在一起。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些城墙到底是修缮到了什么程度呢？我还想说啥呢？就是这段城墙呢，不仅可以攀登，而且还是免费开放的。衢州市政府没有圈起来收门票，你可以沿着旁边的石头阶梯向上爬，走到城门上，体验一下当年衢州太守的心情。衢州有一段历史呢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。侵华日军731部队曾在这里搞细菌战，投放了大量的鼠疫物品。有一个投放地点就是水亭街。从大南门出来，向西向北走，你就能到达水亭街。那里有一个关于这段历史的陈列馆，不远处就是水亭门。不过当天水亭门因为前段时间的暴雨坍塌了，正在维修，有点遗憾进不去。借道绕过水亭门，衢江就在眼前。如果说每个城市都要给自己打造个人设啊，或者是那个标语 slogan， 那么衢州就是有礼。为啥呢？因为孔子的第48代孙子曾定居在这里，所以呢，我们衢州自古就有这个儒学的传统，礼不就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吗？离开水亭街之后，向东走一会儿，我们就能走到钟楼。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》里说，衢州晚上安静的时候，没有人敢独行。这个钟楼上面有个独角怪，相貌狰狞，听到人走路的声音就会下楼追着人跑。见过这个鬼的人就会生病，大多数都死了。这个鬼故事啊，我感觉拍成电影应该还挺好看的，但是大概率会被拍成烂片。下一站是一个要门票的旅游景点，花了10块钱买了张门票来参观南宗孔庙，竟然还发了一本《论语》。这个孔庙呢，如果你没啥兴趣，可以逛一圈，直接出门到马路对面关帝庙给关帝爷上香。不管走到哪儿啊，求财的环节一个都不能少。要是问全国人民衢州最有名的是啥，90%的人可能都会说是鸭头，所以你必须来这个鸭头一条街，吃完鸭头这一天才算完美结束了。我操！我说你在哪两万，你有病吧？那个是你的吗？第二天早上坐大巴去开化县，那必须要品尝舌尖上的中国名菜清水鱼。这个鱼是钱塘江源头活水里生长的草鱼，肉质细腻化渣，先喝汤再吃肉，鲜到眉毛都要掉了嘞。再配上一份炒豆腐干，啊，这个味道不说了。现在去著名的根宫佛国，衢州真的太热了，我觉得比埃塞俄比亚还热。根宫佛国是一个很独特的景点啊，它是一个根雕艺术的殿堂，很多网友都说特别值得来参观。这个景区进来是要买门票的啊，我建议大家在网上提前买，如果是现场买的话，会贵几十块钱。首先来到无佛开心馆，这个地方以千姿百态的笑脸弥勒为主题，走进来就感觉喜气洋洋的。接下来我们走进未来佛殿，旁边站着千年香枫树根打造的手持智慧之剑的南方增长天王。天王跟我说，庸君啊，你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，不断进步啊。我说好的。同样是千年香枫木雕刻的龙王，专心为人们祈雨。这座黄金章打造的重达5吨的阿弥陀佛，表情豁达，展现智慧的长者风范。下一个是大雄宝殿，正宗的释迦牟尼佛是用黄心楠木雕刻的，是景区里最大的一尊佛像。背面是罗汉松制成的观世音菩萨，真的雕得非常好啊！菩萨仿佛都动起来了。刚刚看的是佛国，现在是道教。一定发大财，一鸣惊人。
财运长隆，好运爆棚，说的就是我。这儿园林也挺好看的，这个里边真的非常大，我觉得你如果是想逛的话，逛一天都行。现在我们是到了华夏文化根雕艺术博物馆。这个区域有一种上下5000年的感觉。首先啊，你看这儿有诸子百家，孔子、荀子、韩非子，庄子被单独拿出来，小梦迷蝴蝶，那只蝴蝶真是栩栩如生啊。这边还有秦始皇统一6国，文学名著代表，成语代表，太多了，根本看不完。我想去那个栈桥走一走。Let's go。玻璃桥安全须知：一、请照顾好身边的儿童、老人及行动不便人员；二、禁止在玻璃桥上蹦。白云倒映在玻璃上，下面像仙境一样。哇，来一个全景吧。这个是南边，那边是刚刚我们参观的华夏根雕艺术博物馆。这个是我们刚刚进来到北边。那边那座宝塔还没有去。下栈桥之后啊，有一个百鸟园，这个地方真的非常魔幻。我本来以为会有一些什么珍奇的鸟类啊，或者至少说有孔雀、鹦鹉什么的，结果呢，一群鸽子，然后你看那个是什么？一群鸡。走了。最后一站就是宝塔，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观音，其中最哇塞的就是这个9.2米高的千手观音啊，太震撼了。出景区的路上有漫长的购物店，我看看这个多少钱。溜了。然后从开化坐动车来了龙游，这个地方据说是我国著名女演员周迅老师的小时候长大的地方，因为周迅是衢州人嘛。现在江边的风景非常好看啊。从这个门进去就是龙游的大南门历史文化街区。进来之后的第一感觉是，这些房子都是新修的，很像那种每个城市都有的一些文创街区。这个里边是县衙门的遗址，但是不能进去。我们现在走上了这座桥，这条河我查了下，它还不是衢江，它应该是衢江的一条支流。哇，这个房子有点年代了吧？这种红砖房子的话，一般是50年代修的，很多地方都拆掉了，或者当文物保管。看，果然是危房，肯定是不住人的。龙游铁路遗址公园是什么呀？我们去看一看。咋给我一种这儿还在装修的感觉？地砖都是新铺的，上面胶带都没扯干净。我发现这边有特别多的文化创意街区啊，然后在这儿看到一句话：无远弗届，遍地龙游。无远弗届的意思就是说，无论多远的地方都能够到达，写得非常好。这边有很多的明清建筑风格的房子啊，蓝天白云，青瓦白墙，仿佛是回到那一个商贾穿行、络绎不绝的年代。龙游给我的感觉啊，特别的无忧无虑，一条大河波澜不惊，炎热的夏天，大家在河里游泳，真好。